嗨，兄弟，1號航舰嘛，免費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在街邊拉住你，說要送你免費的高價值禮物，你可能會翻個白眼，掉頭就走。但是如果這個推銷員手裡端着的免費贈品是一艘排水量4萬噸的重型航空母艦呢？當時的印度海軍聽到這個消息，眼睛直接放光，心裡瘋狂盤算，航艦還能領原告，拿來吧你。然而印度人做夢也沒想到，這不是天上掉下的餡餅，而是一場迄今為止俄羅斯最偉大的操盤，是一場專門針對印度的仙人跳。你陰我，陰你咪陰你，追我。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印度航艦朝日王號。1990年代末，當時的俄羅斯剛剛經歷完蘇聯解體的分家，家底雖然厚，但兜裡也是真沒錢，窮得連艦隊的電費都交不起。而此時此刻，在北冰洋刺骨的寒風中，停着一艘排水量4萬噸的鋼鐵巨獸——高爾什科夫海軍上將號。這艘船的身世本身就非常魔幻，它是冷戰時期蘇聯海軍點錯科技樹的產物。前半截密密麻麻插滿了粗壯的反艦飛彈發射管，主打一個重火力壓制；後半截才鋪了一塊斜角甲板，用來起降那些動不動就墜海的垂直起降戰機。更慘的是，在1994年，這艘航艦的鍋爐房還發生了一場連環大爆炸，內部管線燒得一塌糊塗，沒錢修也沒錢拆，於是他就被扔在摩爾曼斯克的軍港裡，迎接着幾圈的風雪，甲板上長滿鐵鏽，淪為了北冰洋海鳥的公共廁所。就在俄羅斯人看着這堆廢鐵發愁時，他們瞥見了在印度洋上的小兄弟。當時的印度極度渴望擁有一艘新航艦來維持。印度洋是印度的洋，大國體面，但自己造不出，歐美的又不賣，即使賣了又買不起。看着這頭完美的肥羊，俄羅斯人敏銳捕捉到了下手的時機。當時的印俄兩國正處於一段如膠似漆的蜜月期。2000年10月，俄羅斯總統普京首度訪印，雙方在鎂光燈下高調簽署了印俄戰略夥伴關係宣言。這層官方定調的外交大升級，成了注入新德里高層體內的一劑強效劑。俄羅斯人順坡下驢，打着戰略夥伴的旗號，勾肩搭背地拋出了那個極具迷惑性的誘餌。既然已經是異父異母的親兄弟了，作為好大哥的俄羅斯怎麼好意思賺小兄弟的錢？這艘4萬噸的重型航艦一分不要，免費送。印度呢，雖然是個頂個的抽象，但也不是傻子，也懷疑俄羅斯會那麼好心。但是最終沉溺於俄羅斯那套自己窮養不起不如送隊友，維護盟友亞洲霸主的力量，這套吹噓和宏大敘事中，卸下警惕的印度人還天真的給自己上了個作為大哥不至於坑自己的戰略夥伴的 buff。就在印度沉迷於擁有航艦後大大提升的國際地位的時候，俄羅斯隨之拋出了2個小小附加條件：必須在俄羅斯自費改裝成全通甲板，且綁定購買俄制的米格29K艦載機。這2個條件並不過分。船太破了，開回去印度並不具備修復能力，在本土修復不僅有原班建造人馬，還附加技術升級。購買米格戰機就更容易理解了，大別墅免費送你，買家具讓俄羅斯小小回血一下，在議會上也有交代。幾十億的航艦說送就送，這點要求算什麼？印度人欣然接受。因為經過計算，改裝費加飛機總共只要15億美元，花買老房子的錢拿下帶精美裝潢的豪宅，這種千載難逢的漏，不撿簡直是對不起自己。於是2004年雙方簽下了合約。為了彰顯大國崛起的雄心，印度甚至提前給這艘航艦起了一個威震天下的名字——朝日王號。在印度的歷史文化中，朝日王指的是古代一位戰無不勝、光芒甚至蓋過太陽的傳奇大帝。這名字霸氣外露，這輪萬眾矚目的太陽馬上就要在印度洋上升起。然而等待他們的不是升起的太陽。簽約的香檳剛喝完，噩夢就拉開了帷幕。合約生效後，這艘長滿海帶的朝日王號被拖进了俄羅斯北德文斯克造船廠。荒謬的是，這家造船廠在過去半個世紀裡是專門用來造核潛艇的。他們對修理4萬噸水面航艦的經驗無限趨近於零。俄羅斯人秉持着大力出奇蹟的原則，毫不客氣地用重型裝備把航艦的前半截徹底挖空。短短幾個月，原本看起來還像艘船的航艦，直接被掏成了一個四面透風的漏斗。就在航艦被開膛破肚，連一塊完整甲板都不剩的時候，俄羅斯船廠向印度遞交了一份比綁匪勒索信還要觸目驚心的工程評估報告。報告表示，經過印度研究和現場勘探，他們非常震驚地發現，蘇聯時代的舊電纜全部絕缘層脫落，2000多公里的線纜必須重新鋪設，當年鍋爐爆炸留下的暗傷無法修補，動力艙底座必須敲掉重來。這個報告累計300多頁，上百項問題，結論其實只有一句話：加錢。之前談好的15億美元不夠，預算必須追加。
總費直接飆升到29億美元，而且謝絕還價。當這份原地翻倍的賬單傳回新德里時，印度高层的血壓瞬間拉高。憤怒的印度政府拍桌子砸板凳，扬言要徹底終止合約，甚至威脅要把俄羅斯告上國際仲裁法庭。這個時候，印度人才如夢初醒，明白了這就是一場詐騙，是專騙自己人。他們終於意識到，在俄羅斯軍工利益集團面前，所謂的戰略夥伴根本不是什麼情比金堅的擋箭牌，而是用來宰割和清庫存的最佳羔羊。面對印度的暴跳如雷，俄羅斯方面盡顯流氓本色，不要了，完全沒問題，隨時可以走人，但頭期款退不了。而且船塢裡那個被拆成滿地碎片的破鐵殼子，印度打算怎麼把這堆無法漂浮的廢鐵運回去？印度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絕境，不加錢10幾億美元打水漂。更要命的是，政府早就把超日王号天威的牛皮吹向了全国。要是现在灰溜溜的空手而歸，內閣絕對會被憤怒的國民和反對黨生吞活剝。在這場極限的心理拉扯中，印度人最終還是向沉沒成本妥協了，花着足以購買一艘美國全新核動力航舰的錢，去修補一艘蘇聯時代的二手殘疾船。但是俄羅斯好不容易找到的冤大頭，能這麼輕易放過嗎？印度人天真的以為這29億美元砸下去，總算能破財消災，買個安穩。但他們萬萬沒想到，俄羅斯不僅擅長在賬單上搞詐騙，在造船工藝上更是給他們準備了一個大驚喜。時間在漫長的扯皮和瘋狂的加錢中，艱難地熬到了2012年。俄羅斯人花了整整8年时間，終於把那個四面透風的鋼鐵破殼子重新拼湊成了航空母艦的模樣。雖然已經被坑得傾家蕩產，但當印度海軍代表看着嶄新的全銅甲板時，心裡還是忍不住泛起了一絲苦盡甘來的酸楚。2012年夏天，這艘承載着印度海軍大國夢的超日王號終於駛入了冰冷的巴倫支海，開始了交付前最關鍵的海試。前期的常規測試竟然出奇的順利，印度將領們站在寬敞的艦橋上，吹着凜冽的寒風，甚至開始覺得那29億美元也不算貴，甚至已經提前彩排回國後的盛大慶功宴。然而，他們對俄羅斯造船廠的殺傷力一無所知。航艦的海試階段必須要做的一個環節就是全功率極限測試。簡單來說，就是把油門踩到底，讓動力系統進入極限狂暴狀態，用來測試极限条件下船舶的狀態。隨着艦長一聲令下，輪機艙火力全開，但就在指針即將飆到紅線的瞬間，整個動力艙內傳出震耳欲聾的巨響，伴隨着刺耳的金屬撕裂聲和滾滾濃煙，不可思議的畫面發生了。全艦一共8部主鍋爐，在急速狂飆的瞬間，竟然當場原地燒毀了整整7部。4萬噸的鋼鐵巨獸瞬間失去了絕大部分動力，像一只斷了線的風筝，在北冰洋的波濤中死寂的隨波逐流。前一秒還在暢想稱霸印度洋的印度將領們，後一秒只能在一片漆黑的線橋裡。當事故調查報告擺在桌面上時，整個軍務圈都笑出了眼淚。這可不是什麼不可抗力的機械故障，而是甲方瞎指揮，乙方瞎糊弄的鬧劇。蘇聯當年在設計這艘軍艦的時候，鍋爐的隔熱層用的是石棉。石棉這東西雖然有毒，吸入後容易致癌，但它極其耐高溫，主打一個簡單粗暴、扎實耐用，是鍋爐隔熱的絕佳材料。但在翻新航舰的時候，印度代表看着這些石棉，靈機一動。他們尋思，堂堂新世紀的大國海軍怎麼能用這麼有毒、這麼不環保的落後材料呢？這不符合印度優雅的身段。於是印度方面態度極其強硬，以不符合现代環保和勞工健康標準為由，要求俄羅斯把石棉全部拆掉，換成無毒的環保隔熱材料。俄羅斯一聽這種要求，估計在心裡狂翻白眼。但在只要錢到位，什麼都好說的原則下，俄羅斯人痛快地答應了。既然不讓用石棉，那用什麼呢？俄羅斯人沒心思去研發什麼高科技耐高溫特種材料，他們就在市場上隨便買了一批民用級別的普通耐火磚。是的，你沒有聽錯，就是那種平時用來蓋民用小鍋爐、用來砌披薩烤爐的耐火磚。他們直接把這些磚頭糊在了4萬噸級軍艦的高壓鍋爐上。印度和俄羅斯這對好兄弟，也難怪他們走得近，一個敢想，一個敢幹。耐火磚確實防熱，但它的特性是剛性極強，極其清脆。航艦平時慢速行駛的時候，這些披薩爐還能起到一些作用。可一旦進入全功率極限測試，軍艦鍋爐幾千度的高溫，加上輪機艙劇烈震動，鍋爐內部高壓導致外殼發生熱膨脹，毫無柔韌性的耐火磚根本無法隨着鍋爐本體一起發生形變。這些磚塊在震動中紛紛碎裂剝落，隔熱層一旦崩塌，幾千度的超高溫燃燒氣體直接貼上了鍋爐的鋼制外殼。鋼材在失去隔熱保護後，根本承受不住這種突破熔點的極限高溫，在幾秒鐘內迅速軟化變形。緊接着，鍋爐內部高達數十個大气壓的高壓蒸汽失去約束，直接衝破了軟化的管線和外殼。7部主鍋爐當場發生了不可逆的結構崩塌，徹底報廢。
印度人為了追求所謂的環保和優雅，把一艘重型航艦變成了一個披薩爐，而俄羅斯人沒有絲毫慌張，辦事效率極高，當場直接提供解決方案，很簡單，加錢。在經歷了大修理、鍋爐爆炸、合同扯皮後，無論怎麼說，航艦終於抵達了印度。當這艘擁有現代化滑躍甲板的龐然大物出現在軍港時，印度全國上下張燈結綵，他們已經看到朝日王號帶領艦隊橫掃印度洋的畫面。但現實很快就給了印度一記響亮的耳光，服役不僅沒有成為印度洋海軍雄起的起點，反而成為了一場永無止境的生存遊戲。我們先來具體看一下這艘航艦。朝日王號的原型是蘇聯時期的基輔級航空巡洋艦，在設計之初就不是一艘正經的航空母艦。蘇聯人的腦回路是前半截密密麻麻插滿重型反艦導彈和火炮，側重一個重火力，只在側面留了一小塊甲板用來起降直升機。更要命的是，這艘船在1994年就發生過嚴重的锅炉大爆炸，內部骨架早就受了无法逆轉的暗傷。在這艘看似光鮮亮麗的現代化航艦外殼之下，包裹着的依然是那個底子已經爛掉的80年代蘇聯老古董。首先出現的問題就是毒氣室事件。2014年，航艦回國才剛半年，在進行例行維護時，艦上突然發生嚴重的毒氣洩漏，當場導致多名官兵傷亡。這不是被敵人釋放了生化武器，而是來自艦船內部污水處理系統的災難。在封閉的軍艦內部，幾千名船員產生的有機排泄物必須經過複雜的管線集中到污水處理廠。如果通風不暢或管線老化，這些排泄物就會發酵產生劇毒的硫化氢气體。俄羅斯在改装時雖然表面上翻新了甲板和武器，但對深埋在艦體底部的隱蔽管線和生命維持系統卻是能糊弄就糊弄，能不換就不換。那些粗製濫造的焊接點和老化失效的通風阀門，讓致命的硫化氢气體直接倒灌進了生活艙室。海軍的精銳沒有在炮火連天的海戰中為國捐軀，反而是在被自家廁所管線的毒氣奪走了生命。除此之外，2019年到2022年，朝日王号多次在海上和港口发生嚴重火災，甚至有一名高級軍官在滅火中殉職。為什麼這麼容易起火？這就得說說它內部離譜的機電工程調度了。這艘船原本是蘇聯設計的，供電系統和線纜走線完全是老舊的蘇式標準，但印度在後續接收時又往裡面塞了大量西方的電子設備和印度的國產系統，這就導致全艦的電力負荷極度不平衡，線纜的電壓適配一塌糊塗。加上俄羅斯施工時那種接上能量就行的態度，那些在狹窄電纜槽裡擠成一團的電線，在長時間高負荷運轉時即發生嚴重的過熱和短路。在滿載燃油和彈藥的航艦上，這種隱患簡直就是一顆遍布全艦的引火線。毒氣洩漏頻繁起火，動力系統動不動就罷工，這艘名字光芒萬丈的朝日王徹底成了一個碰不得用不好的瓷娃娃。在服役的前10年裡，它的妥善率低得令人发指。這把防務利劍大部分時間不是在干船屋裡大修，就是在去大修的路上。原本是指望它能震懾印度洋，結果它卻常年窩在港口。但我們的故事還沒有結束。你以為這艘被修成了廢鐵的航艦就是俄羅斯挖的全部坑了嗎？太小瞧俄羅斯了。別忘了，當年俄羅斯可是捆綁銷售了一批量身定制的艦載機米格29K。航艦修成了半身不遂，但仗總得打吧。印度海軍把最後的希望托在當年被俄羅斯搭售的那批米格29K舰載機上。當年在談判桌上，俄羅斯銷售可是把這架飛機吹得天花亂墜，號稱是量身定制的超級戰機。等這批飛機真的落到了航艦甲板上，印度飛行員才絕望地發現，這不是什麼超級戰機，而是一群藥罐子。我們的觀眾都知道，航艦艦載機的降落本質上就是一場受控墜毀，飛機必須以極高的速度砸向甲板，然後被拦阻索瞬間拽停，這對機身的結構強度要求極高。但這批米格29K，它的機身結構強度壓根就不達標。每一次降落伴隨着巨大的冲擊力，飛機的機身結構就會發生細微的斷裂或變形。更慘的是，它搭載的那2台俄製引擎故障率高得離譜。只要飛機重重地砸在甲板上，引擎內部的精密零件就会被震鬆，甚至直接罷工。印度飛行員每次出任務，不僅要克服单行到甲板的心理陰影，還有時刻擔心自己的座駕會不會在着艦的那一瞬間直接解體散架。到了2016年，印度官方的審計署終於忍無可忍，直接拋出了一份帶有情緒的審計報告。報告裡毫不留情，這批花重金買來的米格29K機隊妥善率竟然不到20%。這是什麼概念？意味着你機庫裡雖然停着幾十架威風凛凛的戰鬥機，但真正能隨時作戰升空的連10架都不到，剩下的全是在排隊等零件、等大修。回過頭來看這場旷日持久的軍工仙人跳，我們不得不佩服俄羅斯軍工第一集团的手段，簡直是教科書級別的詐騙。他們不僅1分錢沒花，處理掉了一艘白吃白喝的廢舊殘船，
更絕的是，他們用印度人掏的幾十億美元，把自家那個濒臨破產造船廠救活了過來，還順手幫俄羅斯培養了一批修理水面大型艦艇的技術骨幹，拿別人的錢練自家的兵，最後還落了個無私援助戰略夥伴的好名聲。而那個在北冰洋的寒風中被當成提款機10幾年的印度，也終於在這場噩夢中徹底醒悟了。他們用30億美元的血本買到了一個痛徹心扉的教訓，相信俄羅斯沒有好下場，沒有自己的工業底子，在國際軍火市場裡就是別人的羔羊。所以在這2年的新一代印度國產航舰维克蘭特號的舰載機招標中，我們看到了戲劇性的一幕：印度果断把俄羅斯升級版的米格戰機一腳踢出局，高調採購了法國標風 M 艦載機。新德里這次是鐵了心，寧願再花大價錢，也要把俄系血統拋棄。但印度自產的航艦更是一言難盡。但這不是我們今天影片的內容。如果大家感興趣，火力軍可以專門出一期印度國產航艦的影片。好了，關於超日王號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您認為印度的國產航艦真的比這艘從俄羅斯買回的更好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